玲珑1号到底有多牛？很多人都说它可能加快我们核航母的诞生，但是我觉得还不够，它还可以改变中国的核电模式，甚至一举改变中国在全球的核电地位。这并不是夸张说法，因为早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了。当时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核能会议，中核新能源总经理钱天林在会上做报告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多次来参加会议，以往我都是作为观众参加这种会议，但这一次我将为大家全面介绍一下中国的 ACP-100。”在长达数十分钟的报告中，钱天林越说越兴奋，眼里散发着自信的光芒。报告结尾时，他大声地对台下各国核能专家夸下海口：“我对中国小队充满自信。”当时台下的观众先是好奇，因为在这之前，中国核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高，核电站技术也都是引进欧美列国的，所以没有人认识钱天林，也没有人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更没有人搭理他。但是当他介绍代号为 ACP-100 的核电技术时，许多人才惊愕地发现，中国的核能实力竟然这么强。于是，在报告之后，他们迅速地将他围了起来，不仅咨询起相关细节，还递上了各种各样的名片，期待日后保持联络。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报告就能让钱天林的地位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？答案就在于 ACP-100， 它还有另外一个更出名的别称——玲珑1号。是的，玲珑1号在2014年就将中国核能地位拉上了一大截，但是它的传奇还在后面。2016年时，玲珑1号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审查的小型压水堆技术一战成名。2017年，玲珑1号就完成了全部设计工作，并在2021年在海南地区正式开建，成为全球首个开工的陆上商用模块式小堆。玲珑1号的成功让中国核能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，被外媒称为中国掌握核能主导权的关键。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技术却被国内有些媒体给带偏了，他们不是将玲珑1号和中国的航母进行挂钩，就是将两者进行对等。老实说这样的确能吸引很大的关注度，但这却是完全错误的。过多的将两者挂钩，不仅没能体现出玲珑1号的重要性，甚至反而会影响中国核能的出国战略。这并不是熊猫在胡说首先，玲珑1号它是民用核反应堆，它与军用动力堆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首先就是核燃料浓度，为了保证安全和核燃料不外泄，所以U235风度上只能用到3%到5%，而核动力航母上的核燃料分度至少要到20%以上，有些先进的核航母上还能再翻个1到2倍。低浓度又有个缺点，那就是需要每2年就得更换一次核燃料，更换一次需要几年时间，这对于核航母来说几乎是不能接受的。其次，玲珑1号是陆上反应堆，和海上浮动反应堆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航母由于需要经常在深海航行，海洋上经常有暴风雨、潮汐等恶劣天气，以及空气中的水分、盐雾都会对设备造成很大的侵蚀，所以对反应堆的要求更高，不是简单的把陆上反应堆放到船上就可以。综上两点，就可以轻易地得出玲珑1号是不能用于核航母上的。中国真正接近核航母反应堆的研究其实是 ACP-100S， 它也是中核集团在2015年成立的项目，全名叫海上浮动核电站，相当于玲珑1号的海上版本。两者结构和性能差不多，但是用途不一样。ACP-100S 可用于船舶动力或者是海上固定发电平台，它在2015年就完成了总体设计，在2016年就纳入了“十三五”规划当中，至今还只是在建设规划中。当然，建设规划都是保密的，我们这边就不详细谈了。总之，如果硬选一个反应堆作为中国核航母的动力母机，那么 ACP-100S 显然更适合。那么，玲珑1号到底牛在什么地方？为啥我说它能改变中国核电的地位呢？答案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。玲珑1号的总设计师宋丹荣在立项时就明确说过，他目的是为了占据先机。至于这个先机，就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了。当时核电技术还处于第2代，核电站越建越大，但是安全性非常差。美国、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核电站频繁发生事故，尤其是苏联的切诺尔贝利事件，让各国谈核色变。于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发出倡议，核能反应堆要朝着小型化去发展，减少核事故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世界各国就开始探索电功率小于30万千瓦的核反应堆。不过，这种小型化可不是简单的将核电站做小，因为两者的用电逻辑完全不同。大型核电站不需要考虑用途，只要建设好之后将它并入到国家的电网当中，然后哪个地方需要用电就牵一根电线过去就行了，往往一大片区域只需要一个核电站就够了。而小型化反应堆则不同，它是根据哪里用电就建到哪里去的原则，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用途，所以它是一个多需求、多目标，甚至多技术的新型反应堆。用核专家的话来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，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，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不过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或许不友好，但是对于中国来说，这却是一个机遇。因为以前中国的核能发展相对较晚，虽然靠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掌握了核电技术，但是因为标准和专利以及国际市场都掌握在欧美国家手里，
我们核能想要突围难度非常大。现在大家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，我们没有专利卡脖子，就可以与其他国家同步竞争，比拼的就是谁的技术实力更硬。从2003年起，我国核动力院就开始了对小型多用途反应堆的探索，并且完成了概念方案，为中国小堆奠定了基础。2009年，中核集团提出了差异化战略，在发展大型核反应堆的同时，也要大力布局小堆。小型核反应堆战略第一次浮出水面。当时全球依然以建设大型核反应堆为主，中国在这方面相对落后。中核大堆战略就是要追赶上发达国家。当时的中核代表性项目就是 ACP1000。至于小型核反应堆的目的，则是布局未来的方向。它不像大堆一样专注发电，而是实现供热、供气、海水淡化等多功能用途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小堆是用来弥补大堆不够灵活的缺点。但是呢，到底什么样的核小堆才是未来的终极形态，一直是世界难题。对于中核来说也是如此。2010年时，中核的几位专家聚在一起，他们共同探讨小堆的未来前景和总体方向，最终一致认为小堆将成为游戏的改变者。为了不再落后于其他国家，他们还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，一定要提前拿出反应堆总体结构的方案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抢占先机。同年，中核将小堆列为重点发展项目，并且投入巨额的资源来研发攻克这个难题。然而好事多磨，当中国小堆即将走向正轨时，核能领域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，那便是福岛核事故。日本在福岛上的低级错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，给全球核能重磅一击。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停止了核能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，中国也不例外。我们当时核能还处于起步阶段，但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一些落后的技术，转战技术难度更高的3代以及3代以上的核反应堆。只有更先进、更安全的核反应堆才是核电的未来，这就是当时中国核电的原则。这个目标当然没错啊，它保证了中国核电站的安全，但是也给中国出了一个大难题：到底什么才是更先进，什么才是更安全的核反应堆呢？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整个世界。有些国家核电技术差，给不出答案，就干脆放弃核电，比如德国以及早期的日本。而有些国家也在积极探索，比如美国和法国。中国当时虽然核能技术也一般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，而是被迫走上了核电改革的道路。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我们给出了几乎完美的答案，那就是双龙会。2013年时，中核与中广核摒弃竞争，将旗下的 ACP1000和 ACR1000+ 项目合并，共同研发更先进、技术标准更严格的第3代核电技术。这个项目就是日后远销海外的大型核反应堆华龙1号。而在小堆项目上，中国给出的答案更早，它就是玲珑1号。2011年，中核正式启动模块式小堆项目，代号 ACP100，它与华龙1号的原本代号 ACP1000只差一个0，两者几乎就是一对亲兄弟啊。他们的技术基础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的是，原本规划的小型反应堆已经升级为小型多功能模块化核反应堆。玲珑1号到底是如何抢占先机的？答案就藏在小型、多功能以及模块化这几个词里。首先说下小型化，玲珑1号给出的答案就是一体化设计。一体化设计是为了缩小核电站的体积。传统大型核反应堆的内部结构有燃料组件、蒸汽发生器、主泵和压力组件等设备，设备都是各自独立，中间有一条长长的管道连接起来，所以传统核电站看起来都非常的臃肿。而且这些管道一旦遭遇外部或者是内部强震时，管道还很容易发生破裂，导致失水性事故。而玲珑1号则是一体化设计，团队将反应堆几十种设备进行重新设计，设计后专属设备需要额外的管道就可以连接。用玲珑1号设计团队的话说，大堆和小堆的关系就像是台式电脑和笔记本一样，一个是分散开，一个是集成在一起，体积自然就减少了。但这还不是一体化设计最大的好处，它真正的作用还是在于安全性。因为小堆里面是用短管嘴进行连接的，不会出现管道破裂，可以极大减少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。像这样的防御措施在玲珑1号的设计中总共有5层之多，而且这5层还是环环相扣的，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防御纵深。可以安全到什么程度呢？小事故发生3天内，玲珑1号都可以自行实现对性保护。大事故即使突破了5层防御，真的发生了核泄漏，那么玲珑1号也可以保证应急范围缩小在300米以内，而大堆的这个数值则是10公里，两者相差30倍的距离。如果说在大堆上人们是谈核色变，那么在小堆上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这种质疑，扩大人们对核电的信心。然后说说模块化，这才是玲珑1号真正优势的地方。以前大型反应堆的零部件由于体积太大，都没有办法批量复制，但是玲珑1号的设备是专属设计，它不但可以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，还可以像搭积木那样组装核反应堆，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实现快速复制，既节省生产时间又节省生产成本。根据网上透露的信息，首批玲珑1号的建设周期是4年半，成本大概在10亿美元以内。作为对比，大型核电站的成本就高很多了，一般需要10年以及10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，才可以支撑到一个核电站的运行。除
除了玲珑1号内部零件本身可以组装外，多个玲珑1号之间也可以灵活组合。根据玲珑1号总师的说法，2个小堆可以共用一个7轮发电机组，在不增加体积的情况下增加发电功率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，小于300兆瓦以下的才算小堆，而单个玲珑1号的发电功率原本只有华龙1号的1/8左右，但是2个小堆组装到一起后，差距就缩短到了1/4，最多可以实现1至4堆，成本比可以低到每度4毛钱。这还是在首堆建设的情况下，将来随着工艺设计、生产线和建设流程不断优化，玲珑1号的建设成本和时间还会继续减少，这就是玲珑1号模块化的优势。然而，这依旧不是玲珑1号真正惊艳的地方，它真正让人惊叹的是多功能这个属性。如果说大堆是为了发电，那么小堆则是综合利用，它体积小、安全性高、成本低，那么就可以让它灵活性更高，不管是郊区还是城市、海岛或者山区、船上或者是太空都可以。这不是在说笑，而是真的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比如在人群多的城市，大型核电站影响太广，所以没办法直接在城市附近新建。但是玲珑1号体积小，核燃料少，影响范围有限，可以直接替代火电厂为城市提供电力。然后在北方偏远地区也是这样的，这些地方电网维护成本非常高，在这里修建核电站就能就近给他们供电或者是供暖。然后在海上可以当做破冰船的动力，还可以当做浮动式发电站，为海上油田和海岛服务。要知道，海洋资源可是非常丰富的，不仅有大量油田，还有非常珍贵的金属和稀土。以前这些地方很难开发，就是因为能源供应问题。有了玲珑1号就可以解决能源问题。而海岛则更需要小型核电站。我们南方有许多人工岛，这些岛屿都是战略要地，在这里新建小堆，可以为我们的疆土提供保证。至于建到太空去，也不是我在瞎说啊。在美国阿尔特弥斯计划中，他们将在2028年前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，其中为基地提供能源的就是小型核电站。除了美国，中国的月球科研站用的也是小型核电站。根据中国探月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的说法，核能可以长时间的解决月球科研站的能源问题。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什么类型的核电站，但是根据运力来算，也只能是小型核电站。所以你看，小堆比大堆的应用范围更广，功能性也可以从单一的发电升级为供暖、动力等，因此它才叫多功能。也正是因为这么多功能，所以小型模块核反应堆才会被称为游戏的改变者。在全球大概有12个国家正在研发这项技术，其中有技术路线多达40多种，而且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，竞争非常激烈。其中老美在2010年发布的核能研发路线图，在他们的规划里，老美首座模块化小堆将在2029年建成，俄罗斯则计划在2024年开建，2028年投入运行。至于英日法等国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布局。中国玲珑1号成功突围，可以扭转中国在全球核电的地位。以前标准和专利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，我们其实没啥话语权。即使我们拥有华龙1号，但是发达国家的核电项目依旧被美日法瓜分了。我们只能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差的国家争取到一点项目，而且建设时长和成本太高了，导致这些国家不是建不起，就是在建设的过程中遭遇各种外部阻力，非常不利于中国核电的推广。现在玲珑1号拥有300多件专利，不仅可以拿下更多的行业话语权，敲开欧美市场，周期短、成本低、快速生产等优势，还利于我们在落后国家上的推广。所以我才说，玲珑1号或许可以改变中国核电的地位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我们下期见。